九突然生气，说我逼他，直接问我说你再这样，你是不是要我开直播，把你上历史歌节目的事情曝光出来？我请八九叫吉野不要攻击我，你要求给我吉野拓哉的真实姓名。八九说你跟他在我生命中根本不重要，真要恐吓吉野，你在做这种事真的要小心一点。那怎么会反过来骂人？这很奇怪，更有趣的，好几个跑来说我们可以讲吉野是八九，他都可以随便去指控别人舔共，他可以感觉别人不能感觉。分身大王八九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太好拆穿。既然找得到吉野，反向的他应该给吉野施压，他爱公审你，我们就公审他。当以暴制暴是唯一解的时候，也只能这个样子。讲直白的，他玩的那些把戏早就看过了嘛。这种本身就创了一堆小号，在他自己的直播下面留言，就那几只嘛，都看腻，用法没就错误，就穿插几个大陆用词，好像讲的就像大陆人一样。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上礼拜上了历史歌的节目，过了几天，八九他看到我的影片，他就跑来跟我说，为什么我要上一个填共的节目？因为我请八九叫吉野不要那么猖狂的攻击我。八九有跟这个吉野讲，然后吉野他是真的有听八九的话，但是我是不清楚八九认不认识吉野。然后但是隔一天呢，我跟八九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吉野拓哉的真实姓名？然后八九呢就突然生气，他就对我说我在逼他，就他后来还直接跟我说，你再这样子，你是不是要我开直播？把你上历史歌节目的事情曝光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啊。然后八九才停下来。恐吓你说要公审你，他是怎么样说的？是不是跟我还原一下？我4月11号礼拜五的时候，我跟他说，吉野现在又用我的名字办账号来骚扰我跟我家人，然后他就去帮我问是不是。后来八九回复说，他说他没有，那我还能怎样？我就跟八九回说，可是我家人也被攻击了。那八九就答说，到底关我什么事？我跟你非亲非故，也跟他非亲非故，我也不是民意代表，你还要我怎样？然后我已经帮你传递，剩下你们自己解决。我就跟八九说，你如果帮我的话，那我可以跟历史哥澄清说你是清白的嘛。如果你告诉我吉野的名字的话，八九就回我说，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逼我，然后说我欠你们两个麻烦死了。然后他还骂我跟吉野两个人是屁孩，还说我每天哪有空管你们跟谁吵架，你跟他在我生命中根本不重要，我哪有时间去用你们两个。然后他就讲说，还是你要我曝光你上历史哥节目这件事情来逼迫我帮你传达后，你还要求我问他的名字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可以立刻开直播曝光你们。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没必要。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不要再麻烦我了，很烦，到底关我什么事？我已经帮你传递过了。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第一个何必暴怒呢？他既然找得到吉野，反向过来他应该给吉野施压才对。如果是我会这么处理啦，因为这样我认识吉野，然后就哇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反共也要清清白白、正正当当的反共啊，痛打舔共仔，那我们也是应该要正正当当的、君君子子的痛打舔共仔啊，怎么可以用这种骚扰战术？这是不对的。那反过来应该是说，如果真要恐吓，但是恐吓是不对的啦。应该说吉野你在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你这样真的要给我小心一点。那怎么会反过来骂人？我觉得这很奇怪哦，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哦。我跟你讲更有趣的哦，你那篇下面我相信你有去看留言啊，好几个跑来说我怎么可以讲吉野是八九？当然吉野可能不是八九啊，我没有说他是啊，我只说这种感觉，他都可以随便去指控别人舔共，他可以感觉别人不能感觉。其实老实讲啊，因为既然他之前有跟你交流过，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下跟他有加过赖的？我记得好像是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因为八九他们的频道在玩小粉红的事情，他们就说在里面有一个100个人的群组，然后里面有其中一个是小粉红，然后我们一起加进去呛他。那时候我就加进群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分，然后就认识了八九，然后我就跟他加赖。从2021年到现在，我就是偶尔会跟他聊聊天，这样问问题。然后前几天八九就是跟我说他很忙，就是说他每天都在跑大罢免的行程。他说如果我可以帮他跑大罢免的行程，他就可以帮我来弄吉野。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帮他接他的工作。可是你看哦，事实上这件事情有因必有果。那我不是检讨你啦，可是你想哦，当初用出征的方式去处理小粉红，是不是现在只要稍有不慎就很落入被出征的那一个人？用公审的方式公审一个素人，是不是很有可能就自己就变成会被公审的对象？好危险，对吧？所以其实这也是你也学一课来。不过你那时候还小，你也不懂啦，因为2021年的时候你才高中生嘛，所以我也不怪你啊，因为毕竟这种东西是需要经过一些时间的。但我觉得你很勇敢的啦，因为这一次吉野的事情，后来我有看你有照我跟你建议的方法去做执行。因为当你懂得反抗的时候，他会怕，你知道吗？这个吉野拓哉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嘛。我猜测啦，这个人不是八九，他可能就是你们当初那一群八九号召的赖友里面去出征人家的其中之一啦。
我猜测啦，因为这种游戏是这样，它一旦开启就不会停下来，就像鱿鱼游戏一样，始终要抓一个人出来干掉，他越抓到最后大家就上头了。一开始是有人带着你们做，到后来彼此之间就开始互杀了，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我想应该也有体会到，但是我觉得很好，你就是你走出了那个循环，不是继续的让八炯去操纵你。再怎么样你是受害者，他也不该公审你，就你烦他好了，他大不了已读不回，大不了给你封锁嘛。那你看哦，上个礼拜他也是抓住了我一个在直播的时候的小事故，然后把它无限放大，到现在还在攻击我乱伦哥啊。那可是他从头到尾，我做了那么多集针对他的论点的批评指教，他从来没有办法回应我。被他告过的事情，他到现在不敢正面说没这回事，否决这件事或者呛回来，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疯狂的社会了。但好在你够勇敢，所以你站出来了，也让我们知道更多关于八炯的事情。我相信他恐吓你别跟我直播，但反而当你跟我直播的时候，他不敢恐吓你。你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他为什么要回应你？他大可以不回应你，或者是直接就把你公审掉。可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这样做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是很奇怪，他反而应该要肯定历史哥这样做。如果是他也真的是一个为了正义，然后呢像他讲的这样的话，那他应该说，虽然我跟历史哥政治立场不同，不过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处理的是可以的。这吉野这样是不对的，你很明显，你跟吉野之间有绝对的是非嘛。他暴行你，他对你语言恐吓、暴力、羞辱你妈妈，公开你们的照片，对你们进行人身攻击，这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啊。那他干嘛保护吉野人呢？这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嘛。那如果他真的知道吉野是谁，是什么样的人，那他反而应该叫吉野出来道歉。那也还好。第一个，我们上礼拜的处理最后，我有帮星星通报了徐彩珍议员，他说好没问题，他一定可以帮忙处理，所以他好像也有在跟你联络。那我也这边也公开了，谢谢彩珍啊。不过当然我们上礼拜也是有讨论到了，像这种网络警察，就哪怕议员帮忙报案，他们要不要积极处理都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有去找侦查队，侦查队跟我解释说，因为 IG 公司在新加坡，他们没有办法去新加坡调资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从法律上证明说吉野就是谁，就是说警察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找出吉野是谁，就是 Line 啊跟 IG 都找不到。这就是关键，因为 Meta 哦，就是 IG 跟 Facebook 还有 Chat 的母公司 Meta， 他们是不愿意帮助，除非重大刑案，如果是一般警察调，他说这个叫做保护言论自由，所以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来找我是对的，他爱公审你，我们就公审他嘛。如果当以暴制暴是唯一解的时候，那也只能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做得很好，因为你慢慢就摆脱了对你的一种 PUA 跟制裁嘛，因为他过去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是他讲了一些话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像在我面前八炯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太好拆穿，讲直白的，他玩的那些把戏早就看过了嘛。那我想今天我们再讲一讲，然后过程把它曝光出来之后，我想八炯自己也会寸凉啦。话说那个叶拓哉啊，他上礼拜跟八炯求助说，星星上节目啦，那个栗子哥的粉丝来呛我怎么办啊什么的，鬼扯嘞！我们的粉丝根本不会去出征他，好不好？我们粉丝哪知道他是谁？他是分身大王，他自己开分身呛自己，再截图，然后再送给八炯来用，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八炯本身就创了一堆小号，在他自己的直播下面留言，每次什么爱国坤什么蛙哥的，就那几只嘛，都看腻了，然后用法每次错误，每次反转剪，那个语法也不太对，就穿插几个大陆用词，然后好像讲的就像大陆人一样。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星星也就学一次长一次啊，就告诉你说，你看，我们应该作为正向光明的一方啦。其实讲白了，那小粉红爱在网络上怎么样讲，他家的事嘛，他讲爆了，解放军会多一根飞弹还是少一根飞弹？不会嘛，解放军多不多飞弹少不少飞弹跟小粉红屁事啊？爆全世界小粉红就能改变中国嘛？也不可能嘛。我之后就遇到吉野把他检举封锁，然后假设八炯过2天后又看到我影片的话，他又打电话给我，请问你觉得我要理他吗？你就全程录音他，你就客气的跟他讲啊，如果他有任何恐吓的词汇，你也都不要当场回击他，那你就是很简单的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样不对，那你要不要帮我？那如果你不愿帮我也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说用公审我的方式恐吓我，你要踩好你的价值，因为现在看起来司法是无用，至少反正你做了一个备案嘛，如果他太过或者他不想露出姓名，你至少有可以反打他的一个权利。那另外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还是私底下对你施加各种压力的时候，你要能够保全证据，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你保全了证据，他讲那些难听话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有所忌惮嘛。重点是你自己的心，你的内心要站稳一件事，不是你错，是他们有问题，是他们错。今天如果你错，你自己会检讨，因为我相信你是有反省能力的人，否则你不会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是非对错在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标杆，那我选择相信你会自己处理得很好。你已经快要成年了嘛，这个其实就是刑法上你已经成年了嘛，你民法快成年了嘛，快20，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啦。我们台湾话说登大人嘛，长大了一个机会，面对社会的邪恶。